Hello，各位回到 Store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如何呢？今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我们要传递超时空的讯息。已知当下我们生活在三维的地球上，这个娑婆世界啊，大千三千世界之一。那打破我们这个时间的数轴的概念，我们会进入一个四维的空间状态。而无数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三维空间的重合，也就是说在我们三维空间所有的可能性，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空间上的所有可能性的重合，是我们五维度的世界。以此类推我们的维度正在不断的上升和上涨。那当下呢，进入我们这个11月我们这个三维的地球已经正式和五维度合一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就是通过这个无限的能量，打破时间的数轴，让我们来连接这个浩渺的宇宙，来看一下宇宙深处哪一个位置，或者说哪一个时间坐标正在传递给我们讯息，来帮助我们当下的生活、成长和灵性的体验。也希望可以通过今日我们大众占卜，帮助到大家取得需要的讯息、爱、保护和能量的同时，深刻的疗愈我们的内在，完成我们身心灵在三维到五维度美好的合一。也祝福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调整好我们的身心灵状态，在这个美丽的秋季感受到我们这个三维星球更多的爱和美好。祝福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帮助大家调整一下当下我们这个能量状态。好，清理和整合一下当下我们的能量环境和磁场。大家可以寻找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好，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清理和调节。那大家呢可以调整呼吸，好，放松我们的身体，好，感受我们的双眼正在我们的眼眶当中温温的发亮发热，感受我们身体爱的温度。大家可以缓缓地睁开双眼，来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以及组牌上方的天然石。我们今天可以进行一个整体的感应，来进行组牌的选择。那今天我们要传递的大众占卜的讯息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我们会通过卡牌帮助大家来传递这个穿越时空、穿越空间的美好讯息。在这个宇宙的深处的某一个角落，有大家爱的归属，有大家爱的源头。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讯息是怎么样的。好，今日呢，我们也是3组选项。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好，大家可以直接的观看和感受啊。参照的天然石是我们的一颗黄色水晶石。好，一个黄色水晶石。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好，今日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蔷薇石。好，一颗偏裸粉紫色的蔷薇石，它有着自然的斑纹。好，这是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我们的第3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灰色月光石，一颗拉长石。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颗天然石传递的能量，它散发的光辉，它的讯息是否是跟我们相应合的呢？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要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触碰和翻开以及连接的呢？这就是你的第一直觉，没错了。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当中的讯息。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我们所有的讯息为大家所用，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感受，跟着我们的直觉和意愿来进行连接和听取。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黄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我们要传递一下这个穿越时空的讯息是什么。那选到了我们这颗正在晃动的黄色水晶石，感受到我们第一组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充沛且饱满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第一组的朋友们我们看到是41号 Sirius。我们看到是天狼星Dog Star， 很美好的一颗卡牌，很美好的一颗星我们可以看到女神和她的爱犬正在遥望着我们的星团星云，这是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星我们的天狼星。这张卡牌给我们的讯息呢是一致性和稳定性。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首先你们和天狼星有着很深的渊源和连结，有可能作为星际种子，你们曾经穿越到天狼星学习和实践过。那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当下这个3维世界正在鼓励你去突破以及改变，有可能在当下我们去立足我们去感受这个3维世界的感受。对于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是一场冒险是一场有点无奈的经历不过在灵魂深处，我看到你们其实也有很强烈的好奇心和动能去进行这场感受以及灵魂的升级。我们总是这样讲灵魂来到的时候和我们灵魂离去的时候相比，一定在灵魂离去的时候，我们的光，我们灵魂的这个亮度和爱度更加的明显。因此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内心深处有着对于这个星球的爱和保护的欲望。当我们看到这张卡牌也有一种
我们和家人啊，我们和所爱所忠诚之人团聚在一起，来遥望这个星河的温馨感。所以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内在其实非常需要的是陪伴、共情和这种保护欲。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以前在大众占卜，就是我们是来自哪里的星际种子啊这一期曾经讲过啊，我们每一种星际种子有什么样的特性，什么样的特征。那关于天狼星呢，我们也可以再梳理一下。天狼星呢是一颗跟水相关的星座啊，自然风景相当的美丽，甚至我们三维星球很多的美好美丽的自然景观，壮丽的山河，都是跟我们天狼星非常相应和可以说是相同的这个造化状态，或者神在创造地球的时候会模仿天狼星一部分的美好和美景。因此呢，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的深处，有着天狼星深刻的智慧和爱。那天狼星呢，也和我们的水以及海洋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啊，我们这个美人鱼啊，海豚的频率啊，海人以及海的恋人等等，都是和天狼星有关联的。有很多男神女神以及在上古或者说古埃及文明时候曾经来经历过文明的灵魂，会投生在天狼星，并且再重新呢在我们的三维世界进行轮回。所以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和古埃及或者说有可能是雷姆利亚呀，或者说北欧的文明有着深刻的连接。其实天狼星是非常通星座啊，通水晶疗愈，以及有高度能量智慧的。那天狼星的能量呢，其实是爱的能量，心轮的能量。所以在3D 当中进行学习的天狼星星际种子，一般会感受到一种不安、不能融入以及孤独，或者说会有一些抑郁类的心理问题。有些朋友有可能是Indigo， 比如说深蓝小孩、湛蓝小孩啊，或者和深蓝天使是非常有关系的。天狼星的人群和天狼星的灵魂呢，往往会展现出一种老灵魂的智慧，对于人类有高等的平等和爱，那对于艺术和美以及自然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那我们在这一世呢，要学习如何去原谅，如何去放低我们对于人性呢，或者说人类的这些规则和文明制式，或者说伦理道德的要求啊，并不是说让我们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要求，相反是让我们在融入这一些运转的过程里边，高度的去理解、去包容，或者说去进行能量的分层，并且进行属于你们的教学。很多天狼星的朋友，其实你们的内心深处啊，有着老灵魂一般的智慧，所以对于有可能是天文、自然、历史、科学或者说是神秘学、艺术等等，都有自己的造诣。所以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会从事教职类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第一颗卡牌啊，直接的在我们这个时空的深处我们这个宇宙的深处发射来了来自天狼星的问候。所以我看到天狼星的家人正在问候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好吗？照顾好自己，保持你们内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仿佛是忠诚的我们灵魂的伴侣一样天狼星的能量会保护和帮助你们来看这一场美丽的可以说是灵魂升级以及人生经历。那第二张呢，我们的副牌我们抽了一张 The Time Traveler's Oracle 我们看一下穿越时空卡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的是5号，这张牌非常神奇，我们这边是41号，这边是5号所以415的数字有可能和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比较有连结或者145等等。那这颗月球的星我们看到是 The Moon Landing，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阿波罗登月计划的一个历史见证当我们人类踏上了月球的领土，我们接受和感知到了宇宙更高维度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汇和我们这个信息是 breakthrough， 可以说是打破、通关，或者说是击碎过去的一个固定的能量链条，我们正在去完成一个巨大的蜕变。所以有一些朋友你们和月球、你们和宇宙之间的连接其实是非常紧密的。有很多朋友看到你们喜爱观赏星云，你们喜爱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也有一些朋友其实在你们的过去式或者在其他的时空当中，你们曾经去过月球，曾经见证过人类登月，或者说你们本身在灵魂的层面上曾经登月过。这个登月其实也代表了你们去发掘，因为我们在地球的表面上去看只能看到月球的正面，那月球的背面以及月球的可以说是
他的秘密或他坚守的，他正在去完成的使命，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博士生卡牌其实也代表了，当我们去遇见未知，当我们去踏到未知领域，当我们去感受我们这一世，或者说我们灵魂未可知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战胜灵魂深处的恐惧。那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非常具有创造力啊。那在月球的某一个点上，正在和你们去进行相互的通讯或发射相连接的讯息。所以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直觉跟你们的感受度也会随之而提升。有不少朋友看到你们不仅和月球，有可能和木星和土星的连接也非常的强大。这要追溯看一下我们的个人星盘，或者说我们在感受上，我们在人生的历练上。在这些星转动的时候，比如说发生了木星的一些相位土星的顺行和逆行，就是当下我们正在发生的我们正在感知和感受到什么。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此生有机会去完成非常大的突破，并且你们有可能会做一些震惊周围的人震惊世人，让这个宇宙为你发亮，为你喝彩的事业或者是事件。那在灵魂的深处呢，不管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作为非常具有共情能力、非常具有灵性的老灵魂，甚至做过男神女神你们不管在这个这一世或这个世界里边，当下在做什么和完成什么，我们的宇宙深处在我们的天狼星的星云深处，在最亮的这一颗星可以照亮的地方也包括了我们这个星球可以去观察到的美丽的这个月球有这些地方正在为你们进行守候。好，下面我们开始抽一下我们的这个主牌，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副主牌的朋友能量和讯息是怎么样的。看一下穿越时空我们收到什么样的讯息呢？这个信号又是如何的呢？好，第一张我们看到 change， 这是 Seven of Wands 权杖7号。好吗？我们用一套Starseed 的 Tarot 塔罗牌这是 Starseed 非常喜欢的一套牌，是我们日本的创作师创作的塔罗牌。我们看一下信号是什么。第二张 Death 死神牌，你看到水晶骷髅好，死神牌。我们两张牌飞出来第一张我们看到很美丽的一张卡牌Nine of Pentacles Sustainability 持续性可持续性。好，这边我们飞出来的卡牌 Six of Pentacles 金币6号Contact。 好，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感受到你们和高维度有着非常强烈和频繁的接触起码从高维度的角度上来看你们其实是信息通达、连结性以及持续的高度连结性和稳定性非常强的一组朋友。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当下正在通过你们的顶轮和三眼轮跟高维度来进行连接，所以在梦境，在我们平时的感应，也在你们的学习和感知的范围之内，你们正在去用古老的你的灵魂一直持续的方式去进行着一种信息的沟通和连接。我会认为这种连接其实在你的大脑深处，就是我们这个松果体，比如说我们三眼轮存在的这个脉轮的地方，你们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开关和信号闸门。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本身的高智慧和高度能量，有可能会让你们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 grounding， 比如说在三维星球的学习和感受度都有一点点的延迟，或者说有一点点的吃力。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顶着一个巨大的顶轮，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有非常发达的感知连接信息的传导系统，但这个系统呢，当它高度运行的时候，会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亦真亦幻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疲惫或者说在三维世界有一种体弱的感觉这个状态呢，也从侧面证明了，其实生生世世当我们看到死神牌穿越生死，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灵魂任务和使命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在这个美丽的三维世界建立跟天狼星一样美好的系统和家园，并且呢，帮助
我们的高维来进行美好的信息传递以及实践最终完成我们和宇宙的一个很大的融合这个频率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和合一。很多朋友我觉得还是一样我感受到你们和一些星云以及木星土星的连接比较强，也有些朋友你们这一世是有灵魂伴侣的，以及有灵魂家人的，你们会在不断的生活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通过你的智慧财富的指数会越来越高，并且在某一个人生阶段你们将会完成全面的觉醒。而在三维世界里边呢，你们也会去完成一些共通和共融，有可能是跨文化的，有可能是跨维度层级的，并且你们非常有可能成为亲善大使把一些美好的信息传递出去。这个里边也包含了一些法布施去帮助其他人进行灵魂的体会也有可能是在帮助周围的人进行灵魂的升级，有可能是传递高维的信息。我看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在生活和人的协作当中会遇见好运，也有些朋友你们本身就是贵人，以及是周围人的贵人，甚至是其他灵魂和其他灵魂种族的贵人。出现第一张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宇宙瞳孔，这是我们宇宙的第三眼，好吗？那我们看到是 change， 也就是说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当下正在完成灵魂和你们这个有可能是磁场你们整个能量场的全面升级。所以在某一个刹那，有可能一些朋友完成了你们的觉醒，也从中体会到了生生世世在阿卡西当中你们的一部分信息是什么。有些朋友已经完成了你们的脱胎换骨因为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 change， 我们在这个死神牌当中看到的是凤凰有凤凰和星云的这个标示和图案，这代表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完成了觉醒，或者说在未来有潜力完成更高程度的觉醒。在这个觉醒完成之后，我们在不断的修正和不断的落地，以及不断的去建设更新更美好的有可能是解决方法和信息的输送渠道。有不少朋友你们在未来在人生上会遇见贵人，也会遇见财富的丰盛。然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和大自然山水风景的连接比较强，你们的世界里边容易出现奇迹，所以呢可以多多的去在自然当中进行感应，包括跟动物跟植物跟天空海洋和大地来进行感应。好，看到第一副组牌朋友的能量层级其实是非常高的。有一些朋友我们刚刚在排尾的时候看到的是 Pleiades 卯宿星卯宿七仙女，有没有？所以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和这颗七星卯宿星团有着非常强烈的连结也有很多朋友你们会对于爱美和艺术以及灵魂的救赎和疗愈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你们是个别朋友在这一组其实是老灵魂来的，也有些朋友你们是新鲜灵魂这个其实是可以画出一个分别的。那我们如何去感受这个分别呢？如果我们在这一世感受到这个业力比如说跟冥王星土星相关的，甚至人事物之间的纠葛比较强，那无疑我们是老灵魂，我们要完成一些业力的课题之后，再开始我们灵魂的觉醒和成长。但是这个课题呢一定是有价值的当我们完成之后，有可能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维度会完成全面的扩展。各位朋友是年轻灵魂年轻灵魂就是没有在地球轮回过太多次，你们的业力其实是这个指数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投生和轮转到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我们的有可能是机遇，有可能是跟人之间的连结，会发生比较单纯的交流，善缘比较多。那我们这个缘分的连结度是比较纯粹和简单的，所以一些朋友可能在情感经历上跟人的交流和交往上都是发自心灵比较直接纯粹的这样的一个往来，大家可以去分别一下。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抽其他的一副 Tarot 来去 clarify 一下我们这个整体信息要传递给我们的这个讯息又是什么呢？第一组牌的朋友，穿越时空的讯息。我们的卡牌飞出来了第一张的 Wheel of Fortune， Oh my god， 第一张就是命运之轮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Five of Swords， 我们用这张卡牌。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整理一下我们的卡牌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要给到第一组的朋友。好，我们继续整理一下。好，这边我们飞出来的是 Ten of Swords， 宝剑10号的正位。
Prince of Wands 权杖王子的逆位，权杖骑士的逆位啊，基本看到 Justice 正义牌，正义站在你们这一边啊，第一组的朋友，正义女神站在你们的身后，命运之轮轮转在你们的身后，所以能够看到第一组的朋友啊，最近你们即将迎来一个幸运周期。一些比较快的朋友在上个月10月就已经感受到能量已经不一样了，维度和状态、波动和震动频率都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比较敏感的朋友。那进而呢，也有些朋友会在未来的半年当中陆续的感受到这种不同。我看到其实在你们的世界里边有可能发生了一些天翻地覆的转变，尤其在过去的3年之间啊，一定会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多少承受一些心痛，感受一些世事无常啊，人情冷暖不尽如人意的感觉这个感觉其实带给我们什么？因为风向的时代要到来了，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周遭一定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里边也有其他灵魂、其他的人，他们的内在在做什么样的转化，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决定。所以当比较深的纠葛和连结在这个三维世界里边啊，发生了很多比如工作啊、情感啊、事业、亲情的纠葛的时候，第一组的朋友无疑你们承受和承载的东西是比较多的。不过还是一样啊，幸运的女神站在你们身后啊，正义的女神站在你们身后，命运之轮流转在你们的身后，所以呢，风水轮流转。如果在前一段时间呢，感受到有一点能量啊，力不从心的朋友，大可以在未来这个半年到1年左右，感受到与众不同的一种可以说是灵魂的升级和能量的升级。我认为你们值得以及会拥有更好的机会，在事业上，在情感上，在你们的公众形象上。有些朋友当下在困惑于如何破局，其实这个破局宇宙会自动的带动到你们的身边。我看到木星啊，这颗巨大和稳定的星，膨胀以及幸运的星，将会带给你们非常多美好的机会，或者说突如其来的意料以外的好的转折。所以在最近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面临人生巨大的考验呢，你们在为自己捏一把汗呢，有可能你们和周围有一些纷争，感受到有一点甚至个别朋友被背刺的这种感觉啊，心态和感受度已经渐渐的变得有一些失落了。那我看到宇宙会给予你们很大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在重建你们的信心，也在给大家鼓励啊。不管这个礼物在实际程度上是什么，比如说它是一份新的工作啊，我们调整一下看嘛，它是一份新的挑战啊，它是一个新的承诺。这个我觉得对于第一副组牌朋友来说都是最美好的一个一个信号，一个 sign， 会让你们从这个过程里边了解失去什么，你们一定会重新获得什么，那你们付出什么，也一定会从中学习和取得什么。我们看到权杖王子的逆位啊，我认为一些朋友在最近内心里边其实是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或者说你们心里边有可能会有一种挫败感。之前我们曾经持续的努力过，持续去维持过的一个系统，当下正在瓦解。那宇宙在告诉我们的就是不必过度的去比如说坚持什么，或者说不必过度的去逼迫和强迫自己一定要如何去做。我看到外界的环境、客观的机会，一定会为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做一个更好的造化。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适合我们第一组的朋友进行这个角度的改变当你们去换一个角度看当下的问题，会发现其实你们依旧在幸运当中，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当我们看到这个突破的卡牌，也代表了有一些朋友在未来的这个半年当中将会做一个巨大的突破，有可能你们会转变你们的工作、居住地，或者说生活的方式，感受这个生活的方式。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专业上会有进展，你们也将有机会成为公众人物，或者说成为去衡量和判断某一些事物的规则和法则的人。所以当正义牌出现，也代表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做关于法律、关于规则、关于管理的工作。如果当下你们有一些想要去通过的考试，你们想要去做的，以及你们想要去实现的人生梦想和规划，我看到宇宙将会支持你们。这边出现了皇后牌Venus， 我们看到金星出现了。好，那第一组的朋友我看到在未来，现在是11月明年的5月到6月期间，也就是说未来半年左右，你们将会重新让自己沐浴在丰盛、幸福、美丽
饱满当中，那这个饱满也会带来无限的丰盛度。我看到很多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不必为财富和机会担忧。那让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产生担忧和不安全感以及痛苦的是什么？我看到大家是痛苦的，在理论上，在智慧上，在感受上，我们要跟三维进行融合，所以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到烦恼啊、烦扰，或者说讲不通、理不清，很困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按常理出牌的，甚至是非理性的。特别第一组的朋友，当你们看到一些暴力啊，当你们看到一些冲突啊，当你们的内在要必须做出回应的时候，有可能是大家最纠结的时间点。那宇宙在告诉我们 Eight of Wands， 这些事情将会更快的、全面的被解除。Ten of Cups，看到灵魂的家人 King of Cups， 你的祖先呢，在全力和全情的支持你，所以跟着你的感受去做，这一切都不会有错。也有一些朋友，你们的有可能是帮助你们的人，有可能是正缘和合作者，将会很快的进入你们的世界。你们不是孤单的，所以未来你们将会有队友，你们有可能将会有家人，你们将会有非常铁杆的支持你们的人啊，因为你们的灵魂能量非常强大，然后这个爱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广阔的，因此我看到被你们吸引的人事物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全面的集结。这个时间点从这个月开始，从11月开始到明年的5月，这半年期间，如果大家最近想要搬家、改变或者说完成新的合作和新的突破的话，我们看到金币3号、金币4号的逆位 The World in Reverse 啊，世界牌的逆位，好吗？没有错。那我们这边就是旧世界的秩序在你们这里，起码在你们的世界以及你的视角里边已经结束了。旧世界啊，摩羯的时代，好吗？我们上一个能量的节点，这个就发生在11月中旬，已经结束了。所以你们可以按部就班以及顺理成章的用新的方式去全面突破，并且突破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大家当下想做什么，想计划什么，如果之前被卡住，当下是不会的。我看到宇宙在全力跟你们协作啊，并且会有更高维度的能量来帮助大家。所以其实幸运在你们的身后，幸运也在为你们掌握。我看到灵魂的深处啊，这个你们灵魂的祖先以及父亲母亲灵魂的父母啊，会保佑和帮助我们第一组的朋友。这边是 The Sun 太阳 Seven of Swords， 你们将会得到提示的，并且一切的公正，一切的事实和真相将会袒露在太阳底下。这一个月啊，也有很多朋友你们将会看到事实。如果你们当下在一些要去整理的局势和事件面前，将会非常的明朗。我觉得没有人和没有事情将会瞒住你们，而且我觉得你们始终稳定和如一的去坚持和产生能量，甚至去保护你们想要保护的，去运作你们想要运作的。这个巨大的能量啊，将会通过太阳来激活你们的太阳神经丛，也会从你们的三眼轮和太阳轮产生更高维度这个连接的信息。好，所以用新世界的方法，运用新秩序的方法。我们这个新指的是离火的时代，离火的世界，水平的时代啊，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方式来进行演化和蜕变。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将平步青云啊！所以这是宇宙带给我们的信息。那我们在时空的这个点上啊，从我们天狼星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卯宿星团，再到我们这个月球的着陆点。正在集合的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你们是丰盛的，然后你们需要让自己像太阳之子一样展露你们的光和热，没有掩饰的去理解这个世界，没有掩饰的去用新的方式，用心灵的方式，用更高的维度去创造这个世界。需要你们的人还很多，需要你们去可以说着力的地方还蛮多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有一点厌世，有一点疲惫，但是对于你们来讲，这次突破和这次转型，无疑也是你们灵魂深处永远在期待的。有可能来的时候就在期待，甚至在当下也没有放弃。所以我看到在你们的身后一定会有命运之轮的大手来为你们创造非常高光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有什么梦想，你们可以大胆的去实现啊。在星座上，我们看到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秤。这边我们看到水象星座巨蟹、双鱼、天蝎，我们可以看到金星的能量、冥王星的能量，很多星团啊，木星、土星能量都会出现啊。
在这里呢，我看到宇宙在集合的祝福大家去完成这个 change 改变，完成这个 challenge 挑战，也完成这个 breakthrough 啊，完成这个完全的突破，你们将会安全着陆。好，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这两张牌能量是相似的。我们看到一张牌是 Inner Earth 啊，地球的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是地表世界啊，我们看到地球的内在地底世界正在发出能量 You will survive this， 你将会完成这一次可以说是蜕变和穿越。New solutions and beginnings， 你将会有新的解决方式和开始。这个很吻合我们刚刚看到的能量啊。而且地底世界，其实地底世界是一个高维度世界，并且看到我们这个副牌申巴拉啊，香巴拉啊，香巴拉是一个在应该是喜马拉雅吗？在那一个维度的啊，地底世界高维度的入口啊，有很多这个探险家和宗教学者啊，试图寻找这个入口。有一些文献，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有可能是纪录片，有可能记载过。在这个位置也是我们宗教的啊发祥地，尤其是我们的这个 Dharma， OK， 我们这个达摩有佛教、印度教，或者说有我们这个神圣而传统的这个密宗啊发祥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入口在告诉我们什么 Shambhala Intentions， 我们看到香巴拉的智慧和直觉啊，正在告诉我们 Retreating and Recharge。好，要给我们充满能量啊！好，新的世界或者高维的世界正在给我们充满能量。Trusting the process， Dharma， 相信这个过程。然后达摩其实是当下智慧和相的显现啊，正在给我们高度的信息，让我们去专注。我们看到这个地底世界有没有很美丽啊？然后很壮丽壮阔，并且呢是奇幻的。有些朋友你们在梦境的深处曾经去过这个香巴拉地底的世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穿越时空的位置点在哪里啊？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天狼星，我们可以看到月球，那我们可以感觉到木星的能量、金星能量以及香巴拉能量，我们这个来自于高维度的呼唤和震动。有些朋友这个也是你归属的地方。其实香巴拉文明有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高维，甚至是天狼星的智慧、卯宿星团的智慧是相统一的，所以你将会完成这一切啊 You will survive this， 你将会完成这一次不管是挣扎也好，还是说蜕变和改变里边非常大的战役啊，非常大的一次觉醒。你们将看到全新的能量场在灌输到你们的世界里边。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集中啊感受你们的眉心轮和太阳轮，你们将会收集更多的能量和信号，并且源源不断的去滋养自身以及你们的周遭，完成对于这个世界美好的能量的共通。因为我们能量是共通的嘛，我们不可能单独的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的每一次啊有可能是联络，我们的每一次信息的互换，都正在去集合的完成信息的互通和改变。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是有神圣的使命和非常高级的智慧的。祝福大家在未来这个阶段啊，寻找到我们心灵的归属啊，你们的归属在稳稳的传输美好的能量给予大家。那我看到你们正在被支持，你们正在被保护，也正在被鼓励。所以呢，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要在奇迹完成的前一秒放弃啊！你们将见证奇迹，好吗？好，在这里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信息传递到这里，感恩跟大家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一颗蔷薇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传递的讯息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我们要看一下穿越时空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组的朋友们。好，对应我们的一颗蔷薇石，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30号啊 Vulpecula， 我们看到的是狐狸星座啊。好，这是在我们这个北边的天空上啊，一颗闪烁的星座它的星云呢是哑铃星云，所代表的讯息呢是 generosity 我们看到慷慨大方无私。在这个卡牌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
首先，我们的这个猎人和我们的这个狐狸有可能是一组正在狩猎的组合。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团队的合作和相互的信任去完成我们的目标。有可能在这张卡牌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种信任、互利，以及给予彼此关注和支持，用聪明的方式解决和完成任务这样的讯息。那这一颗牌出现的时候啊，能够感受到，首先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在这一个点上，就是我们这个狐狸星座上，在发射讯息给大家。大家在感受到什么呢？那 Starseed 在职业连接的是呢，对于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来说啊，这一次我们3D 事业的学习，关乎和连接到我们跟团队以及跟各种各样的人事物之间的一种交流和连接。特别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我们非常需要打开我们的自身，不管是社交的还是认知的这个空间，更多和更广阔的接触到各个局面和各个维度当中的人事物，来完成我们这种团结和这个共同目标的达成。不管这个目标是关于工作上的，关于我们生活上的，还是去互惠互利，利益到众生和利益到这个世界的。那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其实是非常具有慷慨和奉献性的人群。我看到你们在这个3维世界，首先是目标非常的明确，有可能当下这个时间段正在去实行某一种转折和实行某一种目标的达成和升级，而在维度上也正在体现出更高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其实也包含了对于家庭和对于感情。我看到第2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是直觉感和爱恨比较分明的，并且你们会非常强烈和执着的去守护你们想要守护的人。我看到第2组的朋友，你们喜欢心灵纯洁，并且呢，能量上来讲啊，善良、高维、仁爱的人。而且当你们去认定这样的人的话，你们会非常强烈的去散发能量，守护对方，并且对方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予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非常高度的爱和支持。这个也是相互和相等的。我认为在这一世里边，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尤其是在最近，你们会完成一个生命当中特别是能量层级的巨大转换。有可能在3维的世界里边所表现的是，我们正在去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坚定，也变得更加大方和雍容自在。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将会拥有更高的机遇，也会拥有这个时间和空间去得到更多的财富和丰盛度。我感受到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是可以在险境当中通过聪明和智慧生存以及学习的人，并且你们会非常雍容的将这些智慧传递给无论是你们周遭的人，你们的未来的学生，还是未来的后辈。这个3维星球也非常需要大家智慧和能量的体现。而在能量上，我看到第2组的朋友，你们和高维的这个连结啊，很容易通过梦境以及月亮获得。当然，月亮其实是我们能量的一个中转站啊，我们可以把月亮看成所有能量，尤其是我们这个人类和地球啊，都一样，70%是水，而这水和月亮能量的连接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有可能也是我们周期运转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我感受到大家其实在整体跟宇宙的连接度上正在进行高度的吻合，而且你们这个吻合是非常细微的。那有可能我们可以认知啊，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一颗细胞。我们也可以认知我们是整个宇宙啊，我们外界的显现也是宇宙当下这个不断膨胀的我们这个宇宙边缘的一个状态和显象。所以第2组的朋友，你们的心胸和你们的感受度越是广阔，你们这个辐射以及能量的扩展范围就越是强大和壮丽。那在这边呢，也首先祝福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啊，通过这个30号也能够感受到你们正在去完成当下一个智慧的提升。那看到我们的副牌啊 21， 我们看到21号21和3这个数字呢，跟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是连接比较强的。我们看到这张卡牌啊，直接连接到 higher consciousness， 高意识，有没有？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Sirius、Pleiades and Aquarius，天狼星、仙女星卯宿星以及我们大角星。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卡牌里边，能感受到我们第2组的朋友很多都是星际种子来的你们和多维度可以说多维度，不只是高维度，和各个维度的连接都是比较强悍的。
这张牌也代表了你们的意识正在达到一个高度的统合，而且这个高度统合是连接多个点共同震动，然后集合的带给我们第二组朋友能量。所以我们第二组朋友很强大啊，背后的这个灵魂家族和军团都是明星级的，非常豪华级的。那从这几个牌里边能够感受到，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其实是仁爱为本的，然后在这个灵魂的进展当中，你们也会通过理性和智慧去高度学习和传达爱、表达爱。有些朋友你们在通过有可能是三维当中的智慧啊，我们各个学科，我们各个专业，我们在学习各种各样的数据，集结各种各样的有可能是高级科学的信息啊，在帮助人类。但是在意识层级上，你们的意识突破将会在某一个点上啊变得越来越强悍和扩大。那这个点啊，我认为就是最近这个11月啊，我们这个新能量5维度能量的涌入，这个对于我们第三副朋友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能量的助力和福利啊。在你们的背后，你们会越来越发现你的一呼一吸之间能够感受到宇宙，你的一举一动之间能够去连接到更高维度的多种频率和多种信息。你们也会非常慷慨的去帮助周围的人来共同完成这个使命，有可能是帮助各种各样的星际种子和各种各样的老灵魂来完成他们的使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维的意识在你们的背后。好，那下面呢，我们洗牌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来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我们先抽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穿越时空的讯息是什么样的。第二组的朋友，我们看一下啊，有什么牌要跳出来呢？好，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Venus 金星啊。这应该是世界牌。好，我们继续抽牌来看一下。这一套卡牌我们用正位，虽然刚刚洗牌了一下。好，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Five of Pentacles Sound Body。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分子链条啊 ，DNA 链条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声音的震动来传递和连接，以及疗愈一些什么。这边牌飞出来了。好，我们看到的是 Universe 宇宙。好，我们再抽一张牌啊。我们整理一下这套卡牌。好，我们这边很有趣啊，飞出来的是 Zeta Reticuli and Ace of Cups， 这是我们刚刚飞出来2张啊。我们把卡牌整理一下。第二组的朋友非常有趣的信息啊。by the way， 我们这边更正一下，我们这边看到是金星以及泽塔网状星系的2颗新的卡牌，关于位置的卡牌。那中间的一张牌呢，是我们的 Universe 啊，真正的世界牌。在这些牌里边，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啊？第二组的朋友，首先你们有高度的智慧和高度的能力是跟音波以及光来连接，所以我看到你们的灵魂的生发地啊，基本应该是在7维度左右。我们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在佛学当中有这样的可以说是世界和维度层级的分化啊。那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来自于无色界天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无色界就是没有外形，你们通过光和震动的方式在宇宙当中生活和生存。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啊，光谱 生命之花这样的一个信号在我们的金星上非常闪亮的正在给予我们爱、包容和美的享受以及能量。我们也可以看到声音的震动会带给我们的灵魂和带给我们的身体非常强的疗愈。所以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以说灵魂非常善用这样的方式。因此有些朋友你们天生就具有对于艺术、对于美、对于色彩和音律非常高的一个感官，非常高的一个接受和传递的方式和程度。一些朋友你们从事艺术、从事疗愈或者从事形体美这一方面的工作的，在这个宇宙深处呢，也有其他的文明产生，所以我们人类和其他文明在共同去进发的过程里边，唯独不能缺少的是什么？我们这边出现的是 Ace of Cups 圣杯1号，协作、爱
无限的传递爱的能力。这边我们可以看到2张牌都出现了小海豚的能量啊。海豚具有灵性的生物啊，海平的赫兹，海豚的频率，都是在帮助我们用爱的方式去进行感应。那海豚呢和人类之间也是非常友好以及非常友善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海豚每一个都在发声和传递着信号，这也是在陪伴着我们精进的女神一同将爱和美的信息传递给地球，通过音波，通过水的方式。第2组的朋友，我认为你们其实是这个星球当中非常美好的美的建设者，高意识的传播者，并且你们会集合高维度的频率，去用友善和有爱的方式突破一切的灰暗。在当下这个节点呢，我看到很多第2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已经学会和习得了如何运用色彩，如何运用光波，如何运用声波来进行疗愈，并且也可以通过你们的这个身体的渠道，或者说你们这个脉轮的渠道来进行高维度信息的传递和集结。本身当我们这个宇宙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光的形体，这也代表了其实第2组的朋友，你们的灵魂呢有可能来自非常高的维度，甚至是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同等的时间出现的灵魂。所以很多朋友，我认为你们的灵魂有可能在不断的进行着，有可能是轮回，有可能是学习，有可能是体验的过程里边，正在去散发一种友好和友爱以及和平的信念给这个星球以及给这个世界，或者说是给这个宇宙。第2组朋友你们的这个可以说是身体的，有可能是气脉，有可能是脉轮，有可能是细胞这个分裂，都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当下我们这个气脉的转化非常有可能引起我们生理上的转化，因此有些朋友在最近会感受到你们的身体状态跟以前不一样，有可能你们比如说正在去，或者说将要完成你们的瘦身，或者说完成你们的可以说是外形和外表的变化和变动。这一系列的变动都代表了你们其实当下正在接受着非常高频率带给你们的内在深层疗愈和变化。首先疗愈好和完成这一场蜕变的人是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就是这一个宇宙。紧接着能够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会有一种友好大使的使命在身所以无论跟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什么样的种族，甚至什么样维度的灵魂进行沟通，你们都会平等的去传递这种爱仁爱、慷慨慈悲的一种认知和情怀。这种情怀其实是频率非常高的，所以非常容易打动和吸引以及帮助到尤其是在痛苦和堕落中的一些灵魂。所以我们这个牌底看到的这张牌Limit，我们可以看到 Seven of Swords 宝剑7号，我们这个信息墙和信息茧房正在被突破，而这个茧房之外了其实是非常高频率和美好的世界。我们不能丢弃的是什么我们这颗星星，这颗爱心。所以这颗爱心也代表了爱的智慧和爱的能量。这颗爱心有没有在帮助我们去传递友谊和共通的信号？你正在帮助我们去传递疗愈和快乐。所以第2组的朋友还是一样，你们值得自由，你们值得快乐，你们值得被疗愈，你们不会被困住，并且如果当下在任何一种困境当中的朋友，在未来你们会非常快的去突破。我们这边 clarify 一下，看到的是 Mars 火星，所以火星将帮助我们有更高程度的行动能力我们外面有一声警笛有一个声音传递进来，这个有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在当下这个龙和蛇的年份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一次巨大的突破了。然后这个警笛在告诉我们保持警醒和觉知。还有就是这个图画跟我们这个金星有没有拼在一起好，这边我们看到月亮也就是说一些朋友将会完成 Twin Flame 双生火焰的合一我们这个神圣阳性能量和神圣阴性能量将会有非常美好的一个共振。所以有 Twin Flame 的朋友在这一组当中首先你们将会去完成自我的这个可以说是气脉和能量的疗愈。你们也会真正的见识到跟你有灵魂连接的人，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去突破。所以将这一切呢交给彼此。我们这边看到世界牌我们可以看到 Twin Flame 的合一在第2组当中非常高频率的出现了，好吗？所以如果当下不管你们是阴性能量还是神圣阳性能量正在去突破着一些什么，千万不要忘记了宇宙在背后支持你们去完成这一次突破。而且有爱的能量，你们将什么都不会惧怕，你们将会完成一切
你们将会挑战以及改变一切。我们把这个牌摆在一起吧，太美丽了啊！好，下面呢，我们再通过其他的卡牌来 clarify 一下我们第二组朋友需要得到的讯息是什么。金星和火星啊，我们有没有之前有一个著作是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我们可以现在讲神圣阴性能量有可能代表的是金星，而神圣阳性能量代表的是火星。当下这个世代非常的符合和帮助我们这个能量的统合和合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神圣阴性能量再去引起爱、散发爱和治愈爱，而神圣阳性能量在完成保护、行动、意念的集中这样的挑战。好美丽啊！好，下面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讯息是什么。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对外星文明、你们对高维文明、对于宇宙的有可能是星际种子这个系统是非常感兴趣和非常熟稔的，因为你们天生来自于这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你们会有第六类的接触和高维的感知。下面我们看一下信息是什么。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牌。好，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Nine of Cups， 我们遮挡一下圣杯的9号。这边呢，我们看到是 Six of Pentacles 金币6号的逆位。这边我们要出现了一张卡牌 Three of Swords 宝剑的3号。然后这边飞出来的是 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号。我们再抽一张。Prince of Wands 权杖王子的逆位，这个上一组是一样卡牌。好，我们在这边 clarify 一下牌底我们看的是 The Magician 正位的魔术师牌。好，那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宇宙要传递什么样的重要讯息？好，我们刚刚看到这几个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狐狸星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金星、火星神圣阴性阳性能量的合一，我们看到了天狼星、仙女星和大角星的能量By the way， 这边我们看到 Andromeda 仙女星在这边Nine of Cups。 好，这个信息正在集合的告诉我们什么？第二组的朋友，当下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但是大家并不需要担心。随着你们意志的升级能量的升级，你们将会彻彻底底的发现，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一些虚像、一些虚拟的像将会被打破。我看到很多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在当下是致力于破除迷幻或者说破除一些错误的信念和观点，并且你们在身体力行的去完成和战胜着什么，然后你们的背后有着非常伟大的战神，甚至是神圣阳性能量在助力。这个有可能是你们的祖先，有可能是一些朋友你们是神圣阴性能量的话，这个是你的 Twin Flame。 我看到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一些朋友你们会怀着内心当中非常崇高的理想和梦想去做当下的一些改变和安排，并且呢，宇宙要告诉你们，这一切的安排会有利于你们，以及让你们感受到幸福和满足。过去你们许下的愿望，以及有目标的去实现的一些计划，都会顺势的在未来非常快的一段时间进行合一，进行完成。那在当下这个时间点给予的越多，得到的越多，所以在过去努力的去奉献，或者说在某一个阶段曾经牺牲过，曾经给予过非常多的朋友，不必担心和灰心。真正的胜利、丰盛以及美好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圣杯9号和金币9号将会快速的聚集和降临到你们的世界，并且呢，有点惊喜，有点意料之外的感觉。第二组的一些朋友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受并且在你们的身边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人事物帮助到你们。魔术师的出现代表了你们本身就是奇迹你们就是奇迹本身，你们就是能量和奇迹的来源。所以伴随这个能量守恒的定理当你们去发生什么样的意念关注你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意念，什么样的事件就容易产生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我看到一些朋友在过去的阶段，在物质层面上，在这个有可能是财富层面上，会有一些事情让你们感受到波折、心痛，甚至是心灰意冷。
这个其实是你们重新获得王冠的最佳机会啊。为什么？当我们的人生出现了转折、挫折，甚至困顿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变化的起点已经到来了。当这个起点爆发的时候，会爆发新的宇宙。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奇迹，而且多方助力的情况底下，有很多朋友，你们不必担心物质，你们不必担心你们的领导能力是否能够体现，你们不必担心啊，你们担心的情况会不会真正的发生，一切的变化将会有利于你们。这个组的信息其实跟第一组啊多少有一点相似，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信息。我们再 clarify 一下其他的卡牌有没有什么样的追加的来帮助我们的信号啊。我们这边我们的卡牌今天真的是横飞啊，我们的卡牌今天真的是爆炸乱飞啊。看一下信息在爆炸。 Ten of Pentacles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The Moon in Reverse。我们再抽一张 The Emperor。 第二组的神圣阳性能量比较强，或者说你们是带有神圣阳性能量的女性啊，都有可能。这边呢出现了这个双鱼以及月亮的信息，这既代表了我们一段时间治愈的完成，也代表了阴阳能量的和谐，也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将会有阴阳平衡的状态产生。你们将会集结能量呢，带领一个新的事业成就和人生成就真正的落地和在三维世界发生显化。金币10号也代表了组织企业，国王牌也代表了掌权人管理者无限的领导能力和权威啊。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未来的半年当中，是否我们在特别是资源和我们这个权力啊，在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三维能量上有非常大的提升有震撼能力的体现。我看到整个这个宇宙当中的神，有神和女神正在帮助和保护你们，而且在帮助你们去建立非常完整的一套系统。这个系统里边既有家庭，也有事业并且有神圣智慧的发展和发扬。有些朋友你们将会成为领导者，你们将会去建立一些组织和建立规则。也有少数的朋友呢，你们将会迎接到新的生命和新的人生阶段的到来。因为我们看到金币10号这边是一个种子啊，种子里边既有新生儿，也有枝芽。所以当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再去学习一些智慧，传扬一些智慧，发展一些事业的话，将会迎来一个黄金期。这个黄金期其实也是宇宙带动和推动我们的，这一切也是注定的。所以这个跟我们第二副组白朋友的天生使命啊，和你们的天赋，以及你们的直觉和你们的丰盛啊，都是有连结的。什么让你们感受到丰盛？有可能大家会在三维世界从事什么，而你们从事以及喜爱和热爱的这个部分将会有巨大的发展，也将会回馈给你们源源不断的机遇和热情。第二组的朋友其实非常适合去发展智慧，也适合去创建一些组织，跟人进行非常好的合作以及连结。有不少朋友，我觉得你们内心当中的这个莉莉丝和深层的恨将会蒸发和消逝掉，原因在于爱的光芒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将会完全的被融化和化解。有可能这也是一个业力的业力的绑定的调节和完全的解除。所以在未来的这个阶段，一些朋友你们将会有机会去完成过去的一个业力的课题。当然当下我们总会提到这些一些朋友会说，哇，我现在还没有完成我的这个业力课题吗？这个功课其实是当我们生活和呼吸的时候一直在绵延的，也是在我们整个的生命里边呢，肯定是做不完。如果做完的话，代表我们这个生命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展到更高的维度和层级，可以去离开当下的绑定所以当业力出现的时候，也有一定程度的好的信息，代表了我们的一些事件将会发生它的进展，将会有机会和空间去发生和展现它的魅力和它的生命能量。当我们看到这对双鱼的女神有一些朋友你们将会将这个爱、治愈和和谐带到这个三维星球，并且呢，也将会完成阴阳能量的合一。这个合一我们刚刚说了，有可能是 Twin Flame 的合一，有可能是你的自身本身的自在和圆满的达成。宇宙在告诉我们认真去学吧，或者大胆去体验吧，然后勇敢的去经营和规划，你们将会
完成所有能量的集结。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快的，我看到在明年3月之前啊，有些朋友如果当下你们在学习和感受一些什么，你们在灵性的能量上也将会非常快速的跟扬升大师进行连接，所以这一切呢都会有力的帮助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得到大爱 ，OK， 得到大爱背后的大智慧，甚至是圆满。好，衷心的祝福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啊，你们的机会其实是非常大的。当我们得到圆满，当我们在这一世啊完成我们的觉醒开悟，甚至我们可以去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个灵魂可以帮助其他的灵魂完成灵魂最美好的使命啊，达到更高利益的时候。更高利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灵魂可以脱离轮回，甚至可以去在维度的提升上完成非常显著的非常美好的成就啊，并且帮助到众生。然后这个信息呢，有可能也是要必须传递给第2副组牌朋友的。那在星座上我们看一下，刚刚看到有双鱼座，然后有处女座的朋友在这一组，我们可以看到牡羊座、金牛座，然后也可以看到射手座、狮子座、火象星座的朋友。这组朋友的星座能量其实是集合的，也有很多火象在这一组。为什么我们看到火星的能量啊，我们看到金星的能量，这个其实也在提醒我们第2组朋友，你们完全可以用刚柔并济的手法，你们其实是阴阳合一的，所以你们既可以用这个3维世界男性的阳性的方法去突破、去实践、去勇敢的探索，也可以用这个3维世界阴性能量的方式去爱、去美、去承托、承载、去生发和感受。当完成了我们这个宝剑3的破壳和破茧啊，你们将会意外的获得非常强烈的丰收。这个丰收是跟金星相关的，金星是关于财富、爱和美，也是关于5维度的生命能量的突破啊。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第1张卡牌光之信息啊，我们可以看到 Lemurian Seed Course 啊，雷姆利亚的密码，好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Embracing Sensitivity 啊，拥抱我们的敏感度，无条件优雅的生活，优雅的生命方式，这个和金星就是有连接。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和雷姆利亚啊有可能会有一些传讯，并且你们可以通过水晶来进行连接，这当中会有一些密码，这个密码有可能通过梦境的方式，通过数字，通过各种各样感知的方式传导给我们。这个密码是关于疗愈的，并且呢，唯有我们第2组的朋友用你们的方式可以破解。每个朋友有可能密码不一样，有可能你们的阿卡西不一样，甚至你们的维度的语言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光的能量和波动会给予我们同等的信号，让我们去完全的接收到。第2章呢，我们看呢，这个 Star Seeds Oracle 啊，星际种子的神谕卡，我们看到 Breath of the Cosmos， 宇宙之呼吸啊。你的愿望就是宇宙的大愿，所以你们在跟宇宙有着细微的连结和相互的共通，甚至你的意愿就是宇宙正在生发的一部分。所以第2组的朋友啊，我看到在一呼一吸之间，特别一些朋友你们正在学习如何冥想，如何通过调整呼吸、调整频率的方式啊，观想啊，连接宇宙、观宇宙等等，这些内在的转换会通过很细微的方式来帮助到我们和让我们引起感知。第2组朋友是高敏感体质啊，而且你们和水晶的连接非常强烈，在这一组当中能够感受到未来你们会有很高程度的预知和共感能力，这个共感也是跟其他维度的共感，而且你们的存在其实有帮助这个宇宙去提升它的维度和提升它的振动。当下啊，在我们第2组朋友眼前，所有的像都是你们一呼一吸之间愿望的体现。所以你们的愿景是什么？你们希望勾勒和描绘的是什么？你们希望显化的是什么？在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以观想你们的念头，每一个在头脑当中体现的念头，我们都可以清楚的去捕捉它，甚至我们可以去排除非常多的杂念和负面的消息、负面的信息，以及其他人传递给我们的一些负面的波动等等。
因此我看到周围的人不会打扰和不会影响，以及必定不会干扰到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因为你们有一个非常高频率的频道在帮助你们进行传递，也正在保护你们。然后我看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在最近这段时间也利于我们进行气场的转变、能量的转变。如果大家最近能量比较低落的话，可以先去补充我们这个脉轮的能量啊，从我们的海底轮到我们的头顶轮，大家可以每日抽一些时间来进行补充和转换。大家也可以通过水晶来进行能量的连结，或者说水晶也是大家的护身符和通关工具啊，既对我们进行保护，也对我们进行能量的这个提升和疗愈，所以大家可以去善用水晶。祝福大家在最近这段时间啊，可以收获幸运，并且在灵性的能量上得到非常强烈的提升。祝福大家可以早日的去完成我们这个 Twin Flame 的合一啊，但是大家不必执着在情上，情感、情绪、爱情这件事上，更多的在内在进行突破和疗愈，观想我们的念头。我看到扬升大师在保护大家。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在最近这段时间开心、平安和幸福，得到高维度的爱以外，也得到这种疗愈带给我们的全新的体验，你们是值得的。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一颗灰色月光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我们要看一下穿越时空点，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讯息，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组的朋友们。要对应一颗美丽的灰色月光石啊，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24号啊 Aquila 天鹰座啊，这张牌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能量是像闪电一般啊，非常强烈、耀眼以及直接和睿智的呢？这张卡牌呢代表的这个讯息啊 Power 也很像是对应我们塔罗牌的第8号啊 Strength 力量牌，都是女神和神兽之间美好的融合啊，相互的信赖，体现出的力与美的强烈的结合感。第三组的朋友啊，首先你们的讯息爆发以及来自于天鹰座啊，仿佛在提醒大家，你们是天生就具有能量的一个族群。我看到你们的背后有神圣指导灵，包括动物指导灵有可能是史前的一些神兽等等，对你们进行了保护和加持。所以在3D 的生活和世界里边，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呢，有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会在身体上、在感受上都会有一种力量的爆发感。整个这张卡牌也代表了我们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曾经经历过守护星际或者是星际之间的战争，因此你们的身上刻有一定的钢铁一般的纪律、执着和明确的目标性。我看到第三组朋友顶轮是非常发达的，并且你们的落地就这个海底轮，它的这个可以说是振动频率和状态是跟可以说平常的灵魂以及生物是不同的。那我看到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在某一个专业会爆发出比较强烈的天赋，而且有可能呢比较热衷以及擅长于行动类的、体力类的或军事类的、部署类、谋略类的一些项目或者说是工作。我看到很多第三组的朋友在最近这段时间，你们会感受到身体各个脉轮的能量爆发，因为最近我们地球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磁场和新的纪元这组能量爆发呢，会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人生使命，也仿佛是在打开我们的心轮也打开我们这个翅膀我们的肩胛骨的这个位置，过去的就有的一些压抑、疼痛、委屈，甚至人生要负载的这个重量正在被渐渐释放。我看到有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肩胛骨就这个我们后背的位置有可能最近会有一定的疼痛感，或当下正在释放出一定的信号，在帮助我们呢去做这个展翅飞翔的动作。也看到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讲，有智慧的天使或者说正义的女神正在守护和保护着大家。我们看一下副牌是什么我们这张牌的副牌也是 power 这个词汇我们看到是32号时空点穿越到了这个 Dinosaurs in the Jurassic Period 好，侏罗纪时代的侏罗纪公园。我们可以看到史前的巨大的生物150万年前的这个陆地上
不一样的风景，有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的风水啊、自然啊、天地这个 size 这个形成状态都是不一样不同的。而在这个阶段呢，其实生物也有它神奇的智慧和落地的能力。因此在史前呢，有可能有很多朋友，你们曾经帮助过很多生灵、很多灵魂在这个地球进行建设、进行生活，也进行文化的或者说能量场上的体验。有不少的朋友啊，你们是那种遇神兽而行的啊，这样的一种男神和女神的形象。当我们看到这两张牌 Power 的组合，也代表了你们周围有非常忠诚的保护你们的指导灵啊，并且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也会源源不断的输送给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能量、智慧和勇气，并且在体力值上和武力值上啊都会有直线的上升。有些朋友会说，我是比较文静和内敛型的啊，有可能不一定有武力值体现。当然了，这个武力值也是在我们的智慧和谋略上的。我认为第三组啊，最近这段时间是让我们去释放掉旧有的业力、束缚感，甚至是丧失感。因为我们的史前文明啊，也有几次破坏和陨灭啊，我们也曾经见证过和见到过一些史前这个文化呀，或者说生物的痕迹。但是呢，生物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只是我们灵魂的载体啊。每一个文明也是某一种波动频率和智慧的载体。那我们在当下这次人类文明当中，当然也可以理所应当的在当下时间点去连接和感受到属于我们的这个归家的啊，或者属于我们这个归属感的，或者说能量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重要的信息。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当你们受到能量加持的时候，还是一样行动能力啊，然后对待一些事物的感知能力，以及自我表达能力、保护能力都会爆棚。这段时间之内，有很多第三组的朋友正在去重新建设你们的身体啊，三维世界的身体，并且也正在去打通我们的脉轮，摆脱和释放掉旧有业力带给我们的束缚。我认为这个广袤的宇宙啊，这个无垠的宇宙正在让第三组的朋友感受到，在你们身上有着神奇的生命能量和魅力，你们的智慧将会得到更高程度的传承，并且我看到你们也将会去保护属于你们啊非常重要的人，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呢继续闪光。那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啊？穿越时空的讯息是什么？我们抽牌来看一下啊。这边我们看到第一张 Alchemy， 好，这应该是一张审判牌啊，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古埃及的死神啊，阿努比斯神啊，正在这个圆球的上空，包含了我们地球的上空啊，进行着某一种智慧的炼化，有风火水土的元素正在聚齐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得到的讯息是什么？第二张 Duality， 这应该是一张 Devil 恶魔牌，我们看到二元对立性啊，当然是天使和恶魔正在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共通啊，也有阴阳的平衡在卡牌当中，能量蛮强的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张，好，弹出来了。好，我们这边弹跳出来的是啊 Contact Six of Pentacles， 金币的6号。我们继续来洗牌看一下。哦天哪！好，我们看到的是 Fortune。Wheel of Fortune， 怎么样？我们有3张 Major Arcana， 3张大牌啊。我们看到命运之轮牌，好，我们看到恶魔牌、审判牌。很明显啊，在我们这个第三组当中啊，会有一种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力洗礼和轮回，并且有可能会有一些过去的事件啊，过去的这个不管是阴影还是影像，或重叠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所以让当下啊，这个能量正在升级的地球，有不少第三组的朋友有可能会感受到一些人来人往，然后有一些成住坏空，甚至你们会感受到有一种疲惫和身体正在分裂的感觉。我们从这张卡牌当中可以看到阴阳平衡啊，天使和恶魔正在划分疆界啊，并且用他们的方式正在构建这个星球，
当我们看到这个 duality 二元对立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有可能啊，不管是站在天使的一面还是恶魔的一面啊，这件事情都不是完整的，这也并不是宇宙最高维度的一个视野和视角，所以有可能有什么正在限制住我们，而当下这个制限正在被突破。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正在打破维度，突破制限，有更高维度的连接，并且正在转换你们的命运。当命运之轮盘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有权势之眼。好，这个信息也比较明显，在告诉第三组的朋友，首先你们累生累世啊，都是有可能有机会进入高等维度的文明来进行学习和历练的灵魂，但是你们的身上有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业力，不管是星球的战争，还是过去式啊，有可能对于权力啊，对于财富啊，然后对于任何维度的一个对立性啊，然后你们有可能在当下正在慢慢的去释放掉这些业力带给你们的疼痛和压力。我看到在你们的背后还是一样有着非常雄伟的高大能量强大的指导灵，以及扬升大师甚至是神灵的保护和保佑。我看到你们有可能曾经参与过非常重要的这个地球的建设，那不管是建设我们当下这个人类的文明，还是人类文明之前建设其他的山水啊、风水啊，或者说建立这个地球的秩序和维度的境界状态。那在第三组的角度上来讲啊，其实这个星球或者说你们眼前的景象完全可以为你们所改变，因为你们有非常强大的能力。不过在某一个时间点，有可能你们的能力被封存了。封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可能我们要重新学习，我们要去进行某一种改变，或者说我们要进行更高的体验和突破，才能够更好的运用我们自身的能量。所以当下，当我们在三维的境界成为一个人，去体会事情冷暖，去感受高低起伏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的一堂课题。Fortune 出现，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能量很强大。首先，你们可以掌握自身的命运；再者就是命运之轮在你们的身后，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宇宙也会帮助你们去转换运势和磁场。那这个转运从哪里来啊？我们可以看到 Six of Pentacles 金币6号，本身在传统塔罗当中，金币6号代表一种给予，代表奉献呢，代表去帮助，或者说是进行一些接济等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二元对立性和高范围超能量的接触啊？这两张卡牌同时出现，有可能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已经通过了你们的布施、奉献和给予，以及在三维世界的种种体验，学会了如何去突破这种二元对立性，并且呢，掌握了命运之轮扭转的方向。所以在这些卡牌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宇宙在告诉大家，你们有能力和实力去帮助自己首先是救赎自己的灵魂，再者就是救赎你的指导灵家族，也救赎你们所在的环境直到你们眼前这个像重新的融合，变成另外一片美丽的风景。然后组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风火水土元素的集合，所以有一些第三组的朋友有可能是固定星座，有狮子、水瓶、天蝎、金牛座在当中。当然我们从这张牌当中也能够看到第三组的朋友大概率是见证过这个地球的发生和这个地球一些文明的建设，然后你们和神以及魔的连接都是非常强的。如果我们突破这个二元对立，其实他们只是高维度和高频率的存在。那从这些牌里边能够感受到，宇宙在告诉你们所谓的无所不能其实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振动频率，而你们身上其实拥有这种振动频率，这个在你们的 DNA 深处，也在你们的阿卡西深处。如何去点亮这个阿卡西，如何去连接这个智慧，有可能要重新的通过给予、接触和爱的议题去突破种种制限。除了这个地球这个星球以外你们的制限其实是可以超范围被打破的，其实是没有限制的。因此呢，当这个宇宙重新的排列和组合一些新的能量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纪元即将突破的时候，你们就有非常强烈的机会展开你们的翅膀，重新开始生命的新的体验了。一些朋友在未来有可能会改变你们的生活环境从事一些新的工作，有可能你们会将你们内在比较压抑的能量在当下这个时间点真正的洗涤在这之前一定要经历一个爆发，有可能在你们的内在经历过非常多的对峙非常多的自我压抑，或者说自我考验。这些课题其实都是给我们的灵魂进行这个对镜练习的
通过这些练习，通过这些项，还是一样，让我们可以去掌握命运真正的运转轨迹，可以完成一个真正的统合和真正的圆满啊。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啊，有可能你们的身上也带有一定的星际战争业力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参加过战斗，我们曾经去必须要去守护家园，也曾经去伤害过，被伤害过，所以有可能你们的灵魂深处有一种痛，也有一种对抗性、攻击性或者自我保护欲望。那在当下这个阶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不断的练习、给予、接触、奉献爱，去突破这个2元对立带给我们的伤害。我看到第3组的朋友，在你们的灵魂深处，这个忠诚其实是非常美好、非常稳定的一股能量，但是这个忠诚有可能也会成为你们的一个制限。你们是无限的，你们完全可以突破当下的这个戏剧和这个矩阵给大家带来的障碍啊！你是谁？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谁是你的敌人？未来你将用什么的方式完成竞争？然后成为胜利方等等，这一切的剧本其实可以通过你们大脑重新建设和重来。我认为你们会有一种高度直觉正在集合你们的能量去进行这个突破。而当下这个11月到明年的1月是第3组的朋友集中突破的机会然后你们具有化腐朽为神奇你们具有所谓可以从无到有炼金术士的能力和本领。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讯息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牌来看一下。好，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Prince of Wands， 这张牌怎么每次我们都会看得到不过在这一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正位的我们这边飞出来卡牌是什么？ Two of Cups， 圣杯2号。好，我们这边逆位的 Death， 死神牌的逆位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信息是什么样的。Two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金币2号的逆位。好，这边看到 The High Priestess， 我们遮挡一下。感受到很明显第2组的朋友很多是来自于猎户座或者是之前的火星以及冥王星，所以在你的身上有可能有非常强烈的能量这个能量既是破坏也是重生，在不断的破坏当中能够进行生命的升级有可能这是你们的法门和你们的方式。我们在这组当中能够感觉到宇宙在告诉我们，你们是生命的勇士，你们有无穷的机会去跟宇宙连接，并且完成这一世你们生命的使命。一些朋友，这个是你们的最后一世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戏剧在3维世界这个戏剧剧本已经来到了高潮点。所以过去如果经历过灵魂暗夜，或者说你们曾经经历过让自己的灵魂非常痛，非常想要去突破这个部分，这个恰恰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灵魂可以去哪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在未来这个有限的时间这个人生100年进行真正的突破和学习，进行阴阳的转换。那我看到第3组的朋友出现了女祭司牌和死神的逆位，是你们生生世世都想要去突破的，其实是智慧上的和维度上的一个制限。然后你们的能量呢，其实到达了一个非常高昂的境界，但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期点，不管因为什么，因为星球战争因为立场不同因为不同的使命而被压抑过。你这种压抑呢，有可能会留存在你们的灵魂深处。当下这个时间点是你们可以集中去爆发和重新认识自己的时候，有可能也会让世界重新认识你们，因为你们的灵魂是如此的有能量，并且如此的不朽然后如此的具有可以说是无限的 power， 无限的能力我们这个卡牌当中可以看到差不多的讯息权杖的王子配上我们这个射手的神我们的这个人马座象征着木星无限的智慧和无限的战斗能力的神启龙神。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弓箭和光影光斑的能量我看到首先你们呢有守护神兽，还有就是你们当下正在跟你们的这个指导灵和神兽进行了非常强烈的沟通，所以这个道路是非常明显的向上，并且你们有可能已经看到了人生和灵魂进展的方向在哪里。
当下这个阶段啊，尤其是从这个11月到未来2个月当中啊，2到3个月当中，你们会更明显的去跟你们的守护灵家族进行连接，而这场连接其实是跨越生命的，跨越轮回的啊，然后是持续在宇宙当中啊，永远相依相伴的。在这个能量出现了光亮，出现了启蒙，并且出现了非常强烈的能量的爆发的时候，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会不再压抑，你们会理解真实的自我是什么，然后你们会重新的被理解和重新站起来。我们看到很好的一张卡牌是女祭司牌和金币2号的逆位啊，就是你们会画这个武力值，你们会画这场有可能是生命的蜕变啊，超越生死的蜕变，为一场非常美好的灵魂觉知，所以你们的灵魂也会逐渐的静下来，逐渐的空灵下来，以及逐渐的拥有更高的智慧和机遇去突破开来。所以当女祭司这张卡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已经平衡的掌握了不管是在武力上、能量上还是智慧上巨大的实力。这个震动呢也正在指引着我们，让我们更好的跟高维、跟这个地球更高维度的灵魂进行接洽。我看到这个第3组的朋友你们这件事情已经蔓延了，有可能2世以上了，2世到3世的时间你们都在去做这件事情，而这一世有可能是你们完全可以打通关，并且可以去完成能量合一的时刻。所以不管最近大家在做什么，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醍醐灌顶啊，能量突如其来的被打通啊，The Lovers 而且有可能在跟人的连接、打开心轮的这件事情上会出现更加良好的信号。我们这边看到 The Emperor in Reverse， 我们再抽一些牌看一下 The Hermit， 全部都是 Major Arcana。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猎人牌的逆位，国王牌以及隐士牌。从这些牌里面能够感受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完成了能量的合一之后会非常理解你的灵魂需要什么，你们会突破3维世界的一些制式规则，或者说比如说传统长辈对于你们的限制，非常自由、美好和自在的去传递高维的智慧。当隐士牌出现的时候，也是我们秋的丰收女神出现的时候丰收女神会带给我们大地除了熟忍的智慧以外，还有丰盛的物质上的成果和收获。 Devil in Reverse， 怎么这么多大牌？所以第3组的朋友任何让你们纠结、让你们不满和让你们陷于牢笼的事情，在最近这几个月、3个月之内一定会被解决，并且我看到你们的身后是有高维能量帮助你们去做这个 ending 结尾的。 Ten of Swords， 其实在这套卡牌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神话、神灵和有可能是指导灵天使的能量所以当宝剑十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风象能量的聚合，水瓶、天平、双子，这代表了一个阶段的结束。也就是说，在这个摩羯时代结束、水瓶时代到来的时候，有一些过去的事件将会完全的终了，可以说到了一个结果的时期。任何让我们第3组朋友陷入难题、困境、纠结、不自由、不自在、思想制限，或者说被打击、被压抑的状态，全部都会被解除掉，因为你们将会迎来一场能量的爆发。这个能量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智慧上，还是在波动频率上，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体现。我看到周围的人，尤其是神圣阳性能量比如说制约你们的这个父权的角色呀，制约你们这个长辈的，或者说组织机构当中固定的一些有压迫感的、有规制性的，甚至偏向于贪婪、偏向于自我的能量将会消融。你们会更好的和这个世界，尤其是非常年轻的灵魂进行沟通。也有些朋友，你们将会找到至生的终生的爱人，你们将会找到你们灵魂的双生子。在这个地方能够感受到你们是有神圣伴侣的，这个 divine counterpart， 也就是说在你们灵魂爆发的时候，有可能有神圣的另外一半，它不一定只是你的双生火焰，只是你的灵魂伴侣，它一定是在这一世以及在未来世能够在重要的时间和你重合，并且一起去完成人生使命，相互陪伴然后打破旧有的制限，这样的人物所以我看到第3组朋友，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的周围一定有非常神的非常具有能量的队友出现，所以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然后这样的队友呢，会跟你们有良好的沟通和良好的合作，并且在智慧上是统一的。
在宇宙创造第三组朋友的时候，创造你们灵魂的时候，你们就不是孤单的。这个当中有太多的神奇的安排和因缘了，但是我们并不必去破解这一个我们可以去相信的就是你们完全可以去找到你们的另外一半，和你们完全相辅相成的这个另外一个半圆合成一个圆满的圆形。我看到一些朋友当你去完成了，有可能是再相遇，或者说跟重要的人再次进行连通，有可能也会完成你命运之轮的转动这个命运之轮会变得完整。当命运之轮转动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人生到当下这一切的发展和发生意义在于何。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能量是非常强大我看到有一些人将会退场，就是将会退出你们的世界退出你们的剧本。OK， 所以在未来的还是一样3到4个月当中，特别是一些阳性能量男性以及有权势的男性有可能将会不再对你们进行掌控任何让你们不爱的事情，让你们当下压抑、困惑，或者说前半年里边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和伤害以及压抑感的事情在当下 OK， 我们看一下Prince of Swords and Ace of Swords， 在当下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清理了，这个清理已经达成了，大家可以再感受一下，未来2个月里边感受一下，宇宙在保护你们和负面的能量，以及不再有缘的、不再需要进行业力牵连的人事物进行一个割裂，所以这个割裂会实实在在发生你们的生活里边。然后我看到第三组，你们也是有非常主动的进行能量保护的，所以当你们不喜欢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当你们需要去进展，当你们需要能量保护的时候，你们敏锐的雷达会告诉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或者说去整理和对应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Ace of Swords 宝剑1号代表了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在这个秋季，我们北半球的秋季南半球是春季，将会迎来一场理性的、透明的决断。你们会看到有可能我们的思想变得更清楚了，有可能我们的沟通变得更清楚了，然后有可能一些繁杂的、困扰的、纠葛的事物已经跟我们完全划分了界限，大家也可以主动去进行一些断舍离。那如果一些朋友在感情上遇见了问题难题的话，我看到最近是你们重新清醒和理智，然后恢复你们的能量，不再晕船的时间。当然了，我们这个晕船有的时候也并不代表我们会一直晕我们有可能会晕一下、晕几次，但是理智恢复的时候，我们会真正理解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并且也能够去体会得到宇宙的安排。我看到这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抉择和最美好的构画，所以你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有可能过去失去了什么，但这是一个美好的安排，因为你们可以更好的拥有。也有个别的朋友如果以前失去过，我看到这件事情将会重新的在你们的世界当中重生。为什么如果这是一个善的能量，如果跟大家是有缘分的，一定会在对的时间跟我们重遇和重合，而不是在错的时间。所以看到对第三组的朋友来讲有可能在过去我们处理一些事物没有办法完全的踩到这个对的时间点，而这个秋季对的时间点就已经到来了。然后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不必情绪化有更多的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决，并且胜利的女神站在我们的身后。然后如果之前没有受到公平的认证、评判和规划的朋友大家可以重新的去建设一下信念，在未来这1到3个月之间呢，重新的去做部署。我认为宇宙会送给你们更好的礼物和更好的机会，在事业上、在情感上全部都是的。那我们这边谨慎的就是不要情绪化和一步一步来。有一些朋友在最近的马上就要到满月了，新月刚刚过去，满月的时候可以做能量的释放如果过去有什么样的限制性信念限制住了你们，比如说我是无法成功的，有的时候财富有可能没有办法自由，或者说我必须要去做完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去被困在什么样的境界和位置才可以称之为我的人生等等，这些想法都可以跟我们第三组的朋友进行一个告别，这些限制性的想法全部都可以被清理出我们的生命。我看到有更高程度的合作和更加忠诚的守望会在你的生命里边产生和呈现。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被抛来橄榄枝，以及被给予工作合作的机会，也会拥有这个才能和智慧重新再来，
或者说重新去拥有属于我们的事业和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宝剑的信息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权杖，所以第三组的朋友，这个神的宝剑掌握在你们的手上，你们可以通过它御敌，也可以通过它连接信息，也可以通过它自我保护。唯独要信任的是啊，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人生规划是属于你们自己的。万事万物在你们的眼前，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呈现它的状态和形态，是因为这是我们想要体验的。如果我们已经毕业了，如果我们已经不需要体验了，第三组朋友大可以自由的向前去 move on 一下。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未来这个时间点不再会被制约，不再会被束缚，你们会被忠诚的爱以及会给予非常真诚和快速的沟通。有很多事情不会让你们蒙在鼓里，或者说让你们看不清状况。好，那我们呢也要鼓励我们自己重新的大步的，然后聪明和睿智快速的迈开我们的脚步。无论是在处理我们人生的事物、金钱的事物，还是情感的这个事物面前，都是如此的。好，这组的朋友我们看到很多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秤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摩羯座冥王星的能量也有所以说天蝎座，或者说在我们的星盘当中冥王星的相位、土星相位比较强的朋友也会来到这一组。那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很多这个 Major Arcana 很多大牌我们之前看到恋人牌。好，我们看到双子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处女座，有可能也会有双鱼座和射手座的朋友在这一组。好，星座只是一个参考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信息其实是非常的直接、锐利，然后非常的具象化的所以当下是我们抛弃旧有的、被拖累住的这个能量，然后自由向前的时间点。我认为宇宙会支持大家，无论你们做的决定周围的亲族、你的家人、懂得你的人是否会全情的支持和全情的理解你们会在未来真正的通过你们的行动和通过结果去证明这一切。也有一些朋友Ace of Cups 如果不爱了，你们也完全可以做出大胆而果决的决断因为我看到呢，就是不只是脱线也有一些这种脱胎换骨并且呢爽快洒脱、清晰而果决这样的能量这个也会给我们第三组朋友带来源源不断的机会和财富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建议和指引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首先很明显，我们有没有看到这第一张和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Ace of Swords。 好，这个基本上这个画风都是一模一样宇宙在给予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一把上方宝剑，有没有？可以去连接，也可以去御敌，也可以去进行保护。我觉得这是一种威严，这也是一种权力权力的象征。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剑讲的是什么讯息？ Sword of Light。 好，光之剑有没有？我们的大天使 Michael 手上也有这样的一把光之宝剑Divine Protection。 好，神圣的保护斩断我们的束缚 Breaking through energy 突破的信息。所以第三组的朋友，最近你们会面临一场突破，而且这个突破是受到宇宙的加持和保护，也有大天使 Michael 的保护这个突破我看到是在有可能是意志上和信念上的，也有在事物上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去，我们刚刚讲做断舍离做决断做未来的勾画计划，然后有些朋友想要去跟外界进行一个明确清晰的划分。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必须要进行对抗，你们必须要进行竞争和对垒的话，你们都是会赢的。宝剑也代表了智慧，也代表了思维，也代表了决断力。所以我看到宇宙在支持你们做一切的决断。光之宝剑也代表了一个强大的保护罩和能量场在你们的周围第二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这个 Starseed Oracle。 我们看到是 I'm sorry，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我忏悔的讯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当中的词汇是什么样的。 Defenselessness， 无防备的 Righting past wrongs， 纠正过往的错误
啊，矫枉过正啊，还有 uprooting， 有一种根除旧有的业力啊，将过去的业力和过去的纠葛能量连根拔起的讯息。这边我可以看到一对，好像是一对恋人，好像是我们的镜面，好像是我们的双生子，这个有可能跟一些情感的纠葛，或者说跟过去世生生世世的纠葛有关。那这张牌代表了什么？忏悔啊！我们在不管是修我们的佛学呀、学佛呀，还是任何这个我们的修行、能量的改善和提升里边啊，修忏悔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所以最近呢，尤其是满月的前后，第三组朋友可以去进行一些忏悔。我们忏什么？我们忏生生世世我们的有可能是错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给其他的众生带来的有可能是影响、波及或者是伤害。忏一下啊，大家。除了修忏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感受到什么是我们做错的，什么是我们不再需要的，有什么过去的事件是我们放在心上没有过去的，我们可以去改善和改变它。通过什么？通过我们自身的完全的根基的转换，也就是说我们在转换我们的想法，转换我们的态度，转换我们有可能是做人处事，甚至是作为一个灵魂去抒发能量的方式。宇宙永远在给我们机会。第三组朋友会说，难道我罪孽如此深重吗？为什么要去忏悔啊？这个有可能跟前世的我们历过的劫有关啊。我们这个历劫无数啊，不管是哪一个生命，哪一个生灵，包含了我们的佛呀、菩萨呀，都是百千万亿劫当中啊，需要不断的突破才能够修成正果的。那在这张牌里边能够感受到，当我们去历一些劫，有可能我们会因为个人的习气和个人的一些当初的想法，甚至来自于情绪等等啊，没有办法将一些事物做到完美或者是完满。当我们的内在出现了如此有爱、如此仁慈，并且如此美好的这个感受，当我们的内在重新的爆发光芒出现了仁慈，当我们内在重新用仁爱去感知这一切，当我们可以开我们第三眼，开我们天眼，看到生生世世，当我们有了宿命通，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宿命如此的时候，忏就是我们改善和得到能量的最初的一刻，也是最重要的一刻。好，所以当下呢，让我们一起我们每一个灵魂一定都有过错误，都有过弯路，有可能也都有过一定的业债，我们在此忏悔。从当下开始当这个牌配上2个宝剑1号的时候，也代表了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可以重新再来，从当下这一刻重新再来。所以我们这个 uprooting and course cut 也代表了我们可以斩除过去的盘根错节，自由自在的用新的方式，不再被阻碍，我们可以完全突破业力的制限，宇宙在放我们通行。所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你们的福德和能量是足够的，祝福大家在未来这段时间呢，可以突破我们灵魂小小的一刻，进而呢向上发展。也祝福大家在灵魂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不断的拥有爱的能量，拥有大爱的能量，去进行这场提升。Stacy 会一直陪伴大家和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加油。也祝福大家在未来这段时间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